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千田卓哉所著的《让您的时间增加3倍，改变人生的时间管理方法》这本书。有一种方法可以瞬间让您理解时间的宝贵，那就是把一天当作您的一生来过。显而易见，时间是极为珍贵的东西。然而，您是否每天都意识到时间的无比宝贵？现实中，真正理解时间有多宝贵的人似乎非常少。如果您真的理解了时间的重要性，您就不会与无关紧要的人交往，不会为自己不喜欢的人浪费宝贵的时间，也不会每天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或抱怨。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试试，那就是瞬间理解时间珍贵的方法，把一天当作您的一生来过。假设今天是您生命的最后一天，您会如何度过？您会如何生活？显然，您不会浪费时间去抱怨，不会与不想交往的人在一起，更不会与不是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您一定会尽力过上自己能想到的最精彩的一天。假如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，您会选择与最喜欢的人一起，做您最喜欢的事。作者提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不每天都这样生活？也许有人会想，人生的最后一天还远着呢，但没有任何保证明天不会成为您的最后一天。现实是，每天早晨都有很多人没有醒来，而假设自己不会是其中之一，是非常傲慢的。作者如此说道。真正能让我们意识到死亡并认真思考可能明天就会离世的，往往是疾病。经历过疾病的人会切身感受到死亡的现实，他们通过痛苦的经历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是永生的，总有一天会死去。实际上，作者本人曾因过度健身导致严重的心律不齐，住院了2周。这次经历让他下定决心把一天当作一生来过。同时，你会真心想要过上不留遗憾的生活。与其想反正都会死，随便吧，不如想正因为会死，所以要好好活在当下。当您意识到死亡，认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我们自然就会全力以赴地过好现在。然后，当您意识到这一点后，开始改变自己每天的时间使用方式吧。如果您能每天都以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这样的心态来使用时间，不仅您的时间会变得比以往多出3倍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立刻放弃绝对不能与之交往的2类人；第二，让财富不断增加3种受金钱青睐的时间使用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立刻放弃绝对不能与之交往的2类人。许多人可能经常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，总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感到焦虑，甚至觉得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因此，首先我想和您谈谈如何处理那些会不断占用您时间的人际关系。许多人因为人际关系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所以如果您想为自己腾出更多的时间，就必须认真审视这些人际关系。因此，先从远离那些不该交往的人开始。立刻放弃绝对不能与之交往的2类人如下：一、离开您的人，以及那些主动接近您的人；二、会降低您运气的拖累者。接下来，我将具体解释这2类人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第一类人，离开您的人以及主动接近您的人。作者认为，在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追逐离去的人。追逐离开您的人不仅会大大降低您的运气，还会浪费您大量的时间。无论原因是什么，那些选择离开您的人对于您来说就是负能量制造者，他们的存在只会直接或间接给您带来负面影响。追逐那些要离开您的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，尽管有人会拼命想挽留他们，这种行为就像是自己主动把会不断带来负面影响的人留在身边，是愚蠢的举动。况且，挽留一个决定要离开您的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即使您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暂时挽留他们，最终他们还是会离开，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。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，曾经努力想挽留某个即将离开您的人，但结果往往是不如人意的，那个人最终还是离开了，而您只是白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因此，请停止追逐那些选择离开您的人，无论你们曾经多么亲密，
无论你们曾经多么相爱，一旦他们决定离开，追逐他们是没有意义的。既然那个人已经离开了，就让他走吧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真的很难放弃啊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他们应该知道一个事实：当一个重要的人离开时，下一个遇见的人往往会更加美好。所以，即使不去追逐离开的人也没关系，因为您迟早会遇到更优秀的人。与其拼命挽留那些想离开的人，不如选择放手，这样您就能遇到那些不会离开您、真正值得的人。除了不要追逐离开的人，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拒绝来者不拒的态度。大家可能都听过“来者不拒”这句话。作者认为不要追逐离开的人这一部分是正确的，但来者不拒在现代社会中却行不通。事实上，有许多人因为这种来者不拒的政论而苦不堪言。很多人认为自己必须与所有人友好相处，不能讨厌别人，觉得既然对方来了，就不能拒绝。这种观点或许在儿童的道德课上是正确的，但在社会中却完全没用。在社会中，真正重要的是不要与三流的人打交道，必须让三流的人讨厌您。那些未经预约就贸然出现的人，往往就是三流人物。对于这种人，直接装作不在家就好。不能讨厌别人，必须与所有人友好相处，不能拒绝来找您的人。这些观念或许在小学道德课上是正确的，但如果您真的实践这些理念，只会让您的时间被不断占用，生活充满压力。反之，通过拒绝与三流的人打交道，甚至让他们讨厌您，作者得以创造出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并且因为身边不再有不喜欢的人，过着无压力的生活。当然，对于真正想见的人，或那些让您感到心动的人，您可以抽出时间与他们见面。关键在于抛弃不能讨厌别人，必须对每个人都好，必须见所有来找您的人这种僵化的观念。事实上，您可以大胆拒绝那些不值得的人。如果您因为来者不拒的态度而感到痛苦，强烈建议您试着拒绝他们。您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突然拥有了大量的时间，而且当你有勇气拒绝时，您的价值也会提高。那些随时随地都能轻易见到的人，往往像便宜的快餐一样不被重视。相反，那些不容易见到的人，就像高档餐厅一样，具备更高的附加价值。另外，你还需要注意，许多优秀的人也会采取拒绝来者不拒的态度，特别是一流人士。这个原则在他们那里尤为严格，所以有时你也会被拒绝。毫无疑问，想要成功或过上理想的生活，人脉很重要。然而，有些人只从表面理解人脉重要这句话，以为只要多见人就好，或者随便联系成功人士并请求见面。但作者指出，那些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不断寻求见面的人，实际上是在扼杀自己的未来。因为没有准备好就去见面，只会让对方觉得您无聊，下次再也不会见您。对于那些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来说，和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人见面是一种极度无趣的体验，因此您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。基本上，比您地位高或比您更有成就的人通常都非常忙碌，他们能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您见面。如果您准备不足或者能力不够，他们会觉得极其无聊，甚至会想，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人身上？这时间简直是浪费。结果，您将再也不会得到他们的见面机会了。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。大家常常听到人脉这个词，但真正的人脉只能在与您水平相当的对等关系中建立。只有在双方互相能够提供利益的情况下，真正的人脉才会形成。因此，如果您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于与人见面，那不如减少见面机会，多留些独处时间，专注学习。这样的话，将来当您真正成功或具备了实力时，自然会有人主动联系您，想与您见面。真正的相遇只能发生在具备真正实力的人之间，因此频繁与人见面并不是好主意，也不应急于见任何人。请记住，不要让别人觉得您是一个不值得交往的人。接下来进入第二个话题，绝对不该与之交往的降低运势的人。
你应该避免与拖拉的人交往。我们都受到人际关系的巨大影响，与拖拉的人相处久了，你也会变得拖沓，而且和他们交往，您的时间会被不断浪费。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，与拖拉的人交往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不仅仅是时间，您的运气也会因此变差。许多人关心如何提升运气，但其实运气提升的方法很简单，与运气好的人在一起。自古以来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业巨匠都强调这一点。即便不是顶尖的企业家，他们也本能地寻求与运气好的人或公司合作。顶级人士深知运气在商业和竞争中的重要性，因此他们尽量避免与运气差的人相处，反而更愿意与能提升运气的人一起度过时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便你一直和运气好的人在一起，只要与运气差的人相处片刻，您的运气也会迅速下降。就像长期保持健康饮食的人，哪怕喝了一滴毒药也可能致命。运气差的人就是那滴毒药。拖拉是运气差的人的共同特征，比如回复邮件速度慢、迟到、工作拖延的人，都是运气差的人。作者在他还做上班族时就极度厌恶拖拉的人，一旦发现对方是拖拉的类型，他就会找机会让对方讨厌自己，最终自然疏远对方。因为运气差的人通常非常执着，必须小心翼翼地远离他们，避免遭受报复。每次与拖拉的人断绝来往，作者的运气就会逐渐好转。仅仅是这一个举动，就能让您的人生大为改观，并腾出大量宝贵的时间。断绝与拖拉之人的关系后，你应该努力与行动迅速的人交往。如果你有梦想或目标，真心希望实现它们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和那些行动迅速的人在一起，因为与他们交往，您自己也会变得行动迅速，在热情消退之前完成目标。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有许多障碍，而拖拖拉拉只会让您在遇到这些障碍时迅速找借口放弃。因此，保持高效行动是保持动力的关键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，确保您身边都是高效行动的人，和他们在一起，您自然也会变得高效。所以，请停止与拖拉、浪费时间和降低运势的人交往，开始与行动迅速的人为伍吧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关于如何通过合理利用时间使金钱源源不断增长，并受到金钱青睐的3种方法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通过时间管理获得财富吧。这次我要介绍的具体方法如下：1. 彻底掌握标准模式，适当偷懒； 2. 减少工作时间； 3. 挤出大量自由时间。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说明每种方法。首先来看第一点，如何通过掌握标准模式让金钱源源不断增长。最近新员工中出现了一些常见的言论，比如请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，或者我并不是为了做这种工作才进这家公司的。当前辈想教他们工作中的基本套路时，他们却想立即展现个性。而您在转行进入新行业时，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呢？您是否也曾觉得，为什么我要被迫按公司要求的方式做？我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完成工作。然而，不掌握套路就去展现个性，是绝对行不通的。没有掌握基本套路的个性，不过是外行的自以为是罢了。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人很难被委以重任，甚至可能让客户感到不适，最终导致投诉。无论在哪个行业，套路中都凝聚了前辈的智慧和经验。它不仅让您少走弯路，还能帮您减少工作中的困扰。那些喜欢自以为是的人，如果忽视了套路，选择依靠自己摸索，结果不仅会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，还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痛苦。这就像学英语时，如果忽略了语法，自行学习，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有所进步，但最终会遇到瓶颈，并且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，因为您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，前辈的智慧和经验所凝聚的标准模式。在工作中，也有很多人在某个阶段遇到瓶颈，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掌握套路，
然后再逐步展现个性。这个顺序绝对不能弄错。在掌握了基本套路后，您的个性才能在公司内部得到认可，也才能赢得客户的好评。无论在哪个行业，首先都要学会前辈们的智慧和经验，而在掌握了这些之后，才是展现个性的时候。这才是未来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工作的秘诀。而且这不仅仅适用于工作，在做任何新的事情或学习新的技能时，同样适用。例如，如果您因为对未来的财务状况感到担忧，想从现在开始慢慢进行投资，那么不要随心所欲的投资，而是应该先学习投资的基本模式和原则。如果你想通过副业从事视频编辑或写作，也应该先掌握基本的编辑和写作技巧，因为自我摸索往往是走弯路，尤其是在新的领域里，自己摸索不仅费时费力，还可能得不到好的结果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首先都要掌握标准模式。那些认为学套路浪费时间的人，可以选择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它，然后在此基础上展现个性。这将大大减少您在任何事情上所需的时间和精力。那么接下来，我来讲解第二点，如何通过适当偷懒，减少工作时间，让金钱源源不断的增长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，认为偷懒和减少工作时间会导致收入减少，不可能让财富增长。实际上，真正有能力的人，恰恰是能够偷懒的人。请回想一下你遇到的那些工作最出色的人，他们是否总是显得很从容？真正擅长工作的人，往往能保持从容，并且懂得如何偷懒。工作中的精髓在于快速找到可以偷懒的地方，以最少的努力完成任务。也许你会觉得，我绝对不想做这么敷衍的工作。但需要明确的是，保持从容并偷懒，并不等于敷衍了事。只有在保持从容的情况下，您才能有时间进行最终的检查，产生出色的创意，并抓住机会。因此，如果您真的想提高工作效率，观察那些您认为最能干的人的工作方式，仔细留意他们是在哪些地方偷懒的，这将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我讲解第三点，如何挤出大量的自由时间。要想让财富不断增加，您需要大量的自由时间，因为只有这样您才能抓住机会。作者经常收到这样的提问，我总是错过机会，能告诉我如何抓住机会吗？这些人能意识到自己错过了机会，已经很优秀了。大多数人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错过了机会，反而认为自己运气不好，走错了方向。那些认为自己运气不好的人，可能会换钱包或搬家，但这些都无济于事，因为错失机会的原因并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您太忙了。机会不会眷顾忙碌的人，更准确地说，即使机会接近了您，看到您太忙了，也会礼貌地离开，转向别人。举个例子，假设您的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非常成功，他的事业发展迅猛，急需人手，甚至愿意支付高额报酬来找人帮忙。这位朋友可能会想到您，想让您来帮忙。但如果他觉得您现在非常忙碌，正在全力以赴做手头的工作，他可能会认为你无法抽身来帮忙，于是转而去找其他人。这本来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但由于您过于忙碌，机会就这样溜走了。通常成功者并不会详细说明他们成功的过程。此外，正因为是学生时代的朋友，他们可能会向您提供普通公司无法提供的诱人机会，因为你们之间自学生时代就建立了信任关系。然而，如果您总是忙得不可开交，毫无余裕，这些机会就会悄悄溜走。由此可见，真正想要抓住机会，必须学会保持从容。此外，作者还提到，如果您想让年收入增长10倍，您需要大量的自由时间。作者曾调查发现，当时他的年收入是公司的10倍，但社长看起来并没有比他聪明10倍，也没有比他努力10倍。经过与3000多名高管的接触，作者得出结论，公司里最闲的人应该是社长，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社长的职责是掌舵公司并做出决策，因此他需要大量的自由时间和余裕。
最终作者比预期更早地实现了年收入增长10倍以上，并在30多岁时获得了绝对的自由。作者坚信，不是成功后获得自由，而是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，你会走向成功。首先获得自由，然后金钱自然会追随而来。我们往往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，比如与不重要的人交往、去不想去的聚会等。我们应该将这些都抛弃，腾出大量的自由时间用于自我提升。当你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时，自然会想着如何利用这些时间。疲劳感消失，心情放松，你会获得新的创意。正如之前所说，机会也会向你涌来，您将有能力充分把握幸运降临的机会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